下象棋会用马而不会用炮，往往是我们很多象棋爱好者最为头疼的问题。今天这局大家不妨来学习借鉴一下，相信一定能够突破你的思维水平。我们继续进入龟背炮第5局，黑方上马，红方上马，双方迅速出子。红方出车，黑方炮8退1，可以说黑方马8进7，车9进1起横车，以及炮8退1退炮到下2线，3部曲是龟背炮的基本走法。红方跳马，黑方在这里选择马2进3，选择上双阵马，这也是对付当头炮最为有效的一个阵型。静待时机，红方进炮过河，意在中路和侧翼两线夹击中路。黑方进卒就破掉你这个计划。此时红方进兵，提前活通马路，黑方炮8平7。先前几局我们在这里有给大家提到过，黑方炮8退1的话，目的在这个下2线畅通无阻，既有炮8平7，还有炮8平3，将来也有炮8平5，形成一个正面应对应。走到这里，红方迅速上马，可以说马炮窥视中卒，黑方进卒，双方形成一个交换，进炮打掉。接下来红方迅速进车过河，车马炮3子窥视中卒，眼看这个中卒目前来说是保也保不住了。那黑方在这里选择快速出车，这里也是交给红方做如何选择呢？车马炮3子抢，黑方双马守，肯定是3个打2个，3个是必胜的。红方果断选择上马踩掉，黑方上马吃掉，进炮打掉马，上马踩掉炮，平车吃马先手来一将军，平炮挡住。在这个局面之下，已经形成了简单的开局定势了。目前来说，红方是双车马炮，黑方是双车双炮。在兵种上面红方是略为占优。同时红方目前来说有4个大兵，最为重要，它这里还多一个中兵，在很多时候中兵是更加的有优势。那么黑方如何采取有效绝地反击呢？这里就必须得仔细思考一下，针对红方的阵型采取有效的措施。现在红方行棋，它这个车的缺点就是目前粘住了中路，势必飞向将来车好脱身。此时黑方抓准时机，进车卡住象腰，目的车一闪开的话，势必这里对中象有所窥视。现在中路不动，选择快速车9平8，把后方的力量启动出来，加大前方的进攻。那这里就给黑方出一个难题，黑方在这里一定要仔细了，稍微不注意，很容易走出一个车1平2的眼光招。大家看看你会不会犯这样一个小错误呢？如果说这样走的话，红方进车砍掉炮，先手将军，黑方飞象吃掉的时候，平炮中路一将军，那么好了，这个车被抽掉了。抽完之后，红方是车马炮3子，同时炮控制中路，黑方单车炮，红方锁定胜局。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走法。那黑方正确的走法又该如何进行呢？显然红方这个车目前来说没有出动，黑方有效的子力就是前方这个车以及中路炮，包括7路这个炮。这时候就要想到一个象棋的定势，残局炮回家，把这个炮退回来，利用老家的士象成为炮架，才能够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此时红方先下手为强，进炮到底线，既封制车不让你出直车，同时在这里在底线又是有一个威胁。那黑方现在索性也不管了，依然是重炮中路，红方平车闪开，这里要吃底象。接下来双方就进入今天最为激烈的场面了。那现在黑方行棋，棋友们在这里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进行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看看接下来如何行棋呢？为黑方出主意。那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红方显然要吃底象，黑方先下手为强，既有进炮打象，还有进炮打兵。这两个走法可以说一个能够决定胜负，一个能够速败。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直接进炮打掉兵的话，先手将军，这必然是没错的。但是红方一称势，你再次进炮打象，这两步棋连续将军同时控制中路，感情心情很爽，但接下来就不太妙了。这里一将军，红方出帅，此时要进车吃象，务必飞象补后，看起来没毛病呢。我这几步棋走的相当的不错而且也很可以但是红方只需要一招，把拳头收回来，更加有力度的打出去，那黑方基本上可以缴械投降了。退炮打车的话，车闪开，这里吃着炮，你如果说车一平二形成牵制，他这个马给车生根，不担心，依然有这里平炮打你车。那这里是一个非常潜在的眼光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仔细分析一下局势。好，我们返回到这里，看看正确的走法，看看古代高手的行棋思维。采取进炮打掉象，这里就防不住的话，就索性让你吃好了。红方进车吃象，吃完之后，这里又得是非常精妙的思维了。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这里进炮的话，退车吃卒，吃完之后，这里还是将着军，这里有抽。你如果说飞象，或者说炮不动的话，他这里就退车就是个闷杀。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先看看比较眼光招的走法。选择飞象，看起来这步棋很不错那现在如果说你这里退车吃卒的话，那么好了，我平车砍炮，跟你对调，你吃车我吃车。显然红方是不会这么走的。接下来红方有两个走法，感觉退车。因为这里如果说退车将军的话，我们平车砍炮，他如果说进车吃了，那么我们重炮，这里一打兵，将军可以说这步飞象既窥视车，同时也进炮有杀棋，这是黑方的理想状态。当然大家会觉得这步棋还很不错，但是红方是不会这样上当的。因为红方他完全可以退车一步这里再来一个叫杀。现在没有办法，你只能眼睁睁的，如果说退象的话，那再次进车吃，将来还是退车，白白送子。当你平车砍掉炮的时候，他进车不再进车吃你的，而是先平车砍掉你的炮，先来一个解杀。当你称势，此时进车砍掉。那么好了，这个棋局之下，红方车猛，况且有4个大兵，黑方目前来说中炮还被拴住，同时在这里在残局马胜炮也是一个定式，局势有利于红方。这是黑方飞象的变化，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红方更加的有手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比较好的正确行棋思维。首先平炮闪接来一将军，红方称势，这个棋的目的主要是隔断红方的车炮，此时再次飞象。先前飞象是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这里是存在一个顺序问题，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落入败局。飞象吃着红方这个车，势必车要走开，退车窥视中象，此时黑方就不要得意忘形了，感觉能够进炮打兵先来一个将军但是你这样一走的话，将来平车砍中象的时候务必容易反抽，平车吃掉炮。其实走到这里之后黑方已经获取优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红方还有没有更加巧妙的手段呢？此时红方能不能平车吃象呢？这里也是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个错误的思维。如果说这里吃的话，好了，平炮闪击将一军，这里车吃着车，炮打着车，
你出帅的话，先手吃车将军，然后退炮打车，双车化为乌有。如果说退士的话，或者说乘势的话，那么好了，退炮打车，重炮先将军，再次吃车，黑方锁定胜局。所以说啊，这个象的诱惑力也是非常的强。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帅5平6，摆脱你中炮的牵制。此时黑方品炮到4路线，提前做好埋伏。品车吃掉，先手将军选择乘势。那他这里能不能平炮将军这里来抽车呢？实则他这里有马，车马呀，始终啊在这里保护底车，你是抽也抽不到。但是这里还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黑方就有一个圈套，红方稍微不注意的话，这里平炮，这里一将军的话，比如说红方随便走一步棋的话，黑方平炮将军，你务必要进到中路，此时再次平炮将军，那么好了，这个车啊又被抽掉了。同样这样可以先手吃你的车，红方没有还手之力。所以说在这里啊，红方也得要注意了，红方提前闪车，把车走开，接下来黑方平将而出，退车回来，双车夺炮。棋友们在这里也可以再次进行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话，接下来如何巧妙采取有效攻势呢？双车抢炮，如果说炮退回来的话，那他这个车啊立刻被杀出来了。你进炮封制的话，目前来说这个炮同时它也牵制住你的子力，一个牵两个的话，显然黑方啊在这里子力稍微受困境，这个马又被放活了。那在这里啊，黑方采取果断出击，采取先手进攻。称势将军首先说明你这里不能称势，炮打着车啊，打完之后形成一个简单的交换，反手还打着马，所以说帅5平6。此时在这里又来一个平炮将军，这步棋就走的比较古怪了，相信大家一看没有这么干的吧。那现在如果说我平车吃炮的话，这里显然平车平炮打车，那现在我不吃行不行呢？我这里也不吃你的，先解退士。当然如果说这里乘势的话，可以先吃掉，吃完之后呢再次平炮到中路，显然在这里红方还是占优。红方选择退士，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就是出现本局最为精彩的杀招了。那红方肯定目前来说，这里想跟你拼命对调子力，这里车吃着炮，这里车还吃着车，黑方如何巧妙解围呢？炮5平4，不知道这步棋大家有没有想到？接下来就进入本局刷新你的三观，提升你的思维的时候了。那现在这样走的话，黑方没有杀棋啊，红方也不得不吃车，没有理由不吃你啊。那相信大家一看，黑方是不是走漏了，在这里故意弃掉一个车，难道是拿棋拿错了吗？实则在这里黑方已经构成了杀招。棋友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看看如果是你的话，如何走出惊天妙手的杀招呢？感觉我如果说平炮将军，他如果说称势的话，我进去砍底士，这不是铁门栓杀棋吗？无论你称哪个士都是有杀棋，但是红方可以平车，这里白送给你。当你进炮打的时候，他退车吃完之后还是车马占有优势，同时多兵呢。但高手行棋往往让人琢磨不透，我们直接为大家分享出来。进车先砍士一将军，红方只能帅5进1，再退车先来个顿挫，只能退回去。接下来再次平炮挡车，这步棋需要一定的思维了。这里将军红方仅此称势，接下来车战花心，一招锁定胜局。好了，棋友们可以不妨在这里思考一下，看看红方如果帅5平4重炮绝杀，帅5平6平炮过来绝杀，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最后的杀招
让你水平和思维有所突破呢？好了，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欢迎点赞评论，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欢迎棋友们评论区交流，非常感谢。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局中秘全新的弃马局战术，先手屏风马破后手当头炮。可以说局中秘的弃马局对于现在的流行弃马局而言，可以堪称为教师版本。究竟有如何高妙之处呢？我们直接进入开局。红方第一步马2进3，形成一个先手弃马局，黑方炮8平5，此时马8进7，这样的话形成屏风马，黑方马8进7。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又有2个抉择，兵3进1以及兵7进1。本局我们先看他兵3进1的变化，黑方出车，红方也出车，一方进车过河。这步棋意在要平车压马。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走法，由马3进4，左马盘河，兵7进1，开局形成2头蛇，也有车9进1起横车。但是古朴在这里就走了一个比较诡异的走法，象7进5。这步棋意于何为呢？首先说明这里既有平车压马，你这里飞象的话，这不是在这里准备弃马吗？如果说黑方直接平车过来压马的话，准备吃马，红方可以回马窝心，将来炮8进1再冲7兵的话，势必这个车就比较尴尬，容易打死车。同时大家也会发现，一旦他这里准备平车吃马的话，那这里这个车就被困在这里了。所以说黑方在这里显然不上当，走了一个卒3进1，此时红方士6进5。黑方在这里按照现在的走法，同样还可以这样走但是他忍住炮2平3，此时红方车9平6。那么经过再三的诱惑有关专家就给黑方建议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平车压马呢？黑方眼见于此于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车8平7，就准备吃马，认为这个马是前去无门后退无路。那么先前之所以没有走的话，是想着红方还有一个马7退6的话，同样用炮守住马，但是这里的时候这个马将是一匹死马。殊不知这是红方的诱敌战术。那么这样一走完之后呢，红方来了一个扔海底炮。那么在前面很多当头炮的对局我们都有讲过，一旦对方一个马的话守住中卒以及底线的话，势必这一个马没有分身之术，难以提防。那么此时走到这里黑方选择退马，先吃掉炮，先解决掉后顾之忧。红方进车吃马，黑方也进车吃马。那么好了，这里在开局黑方夺得红方一个大子显然还是比较高兴的。但是黑方这个车就陷入了一个困境，看起来这一块好像位置挺多，但是大家会发现这里士口、车口、象口在这条横线上面，车目前来说仅此一个落脚点。此时红方有2个走法，炮8进4以及车6进8的话卡住象腰。我们分别来看，那这里进炮的目的意在平炮打掉卒，从背后打黑方这个车。那么黑方一看呢，这一步棋可谓是非常的凶狠。那么他有卒5进1这个变化，当然古朴没有讲，我们也为大家演绎一下。首先如果说走卒5进1的话，立刻会招来速败。红方平炮中路一将军，黑方目前来说，如果说炮走开的话，红方车6进7的话，这里既有将来抽将，同时还抓着黑方这个炮。那这样的话，黑方在开局出子比较慢，而且还要丢子的话，势必黑方会落入败局，不占优势。所以说黑方在这里选择称势，就不逃炮了，直接选择士4进5。如果说走士6进5的话，平车砍象立刻绝杀。但是这一步棋一旦走完之后呢，红方直接车6进8的话，就是一个将来帅5平6绝情铁门栓，这个杀法是无法阻挡了。由此可见呢，这一个冲小卒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说明卒5进1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眼光招。那么在这里他选择了卒7进1，就不让你打掉7路卒。
当然，如果说红方再次车6进6的话，准备平炮打中卒也是可以的。但是古朴选择了平炮打掉边卒，这一步棋意在将来进炮下底的话，从底线呢进行的抽将，这样的话黑方势必招架不住。于是他选择了象7进9。那么如果说朋友们会认为炮5平9的话，这样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但是你这样一走的话，红方可以平车吃象，将来还有进车过来抓炮，势必在这里他也是不得力。所以说飞完象之后呢，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此时红方直接进车过来卡住象1，那么这一步棋意在逼近9宫。接下来主要的意图车6平8，这里来压马封制住黑方的这个车。此时黑方选择马2进1。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如果说你车6平4过来双车夺势的话，他这里可以士4进5，当然平炮过来的话，他再次炮5平6挡枪。所以说红方在这里走的比较巧妙，把拳头收回来，车2退3，目的是更加有力度的打出去。那么好了，意在平炮打掉中卒。此时黑方一看，如果说中卒一旦打完之后呢，炮阵中路，这双车既有占据内道线，同时又能进攻底线呢，感觉这个杀法非常的凶狠可怕。采取了左5进1，就不让你打中卒。那么好了，走到这里又有2种走法，红方可以平炮打掉卒，这里打着车当你出车或者说是退马的时候，再次平炮到中路，将军同样是炮阵中路。但是这里还有更加直接凶狠的走法，直接平车过来双车夺底式就是个绝杀，黑方也只能选择士6进5。那好，再次摆上中炮。那么接下来双车夺底式依然是个杀法，黑方赶紧拼命逃将。此时红方在这里就来了一个一炮破双士，骑士必英雄。那么炮打中士，黑方现在如果说不吃的话，那么红方进车砍士双车也是能够很快绝杀。所以说无可奈何，只好称是吃掉，红方平车吃士。那么好了，走到这里其实黑方就可以缴械投降了。但是他仍不甘心进炮打掉我们中兵，心想这里先吃一个，但是红方进车或者平车都是一个绝杀。由此可见的，这个弃马局战术在这里引诱黑方吃车的话是非常的凶狠，而且有后续精彩的手段。这是黑方吃完马之后，红方炮8进4的变化。那么我们继续再看，还有一个更加凶狠的走法，车6进8。这个走法可以说是比背后打车更加的精彩。那么这里主要意图车6平8的话，这里依然有进炮打马。此时黑方又有2个抉择，马2进1以及士4进5。首先走马2进1的话，那么此时红方平车吃掉象，黑方顺势出车抓炮。那么棋友们不妨在这里暂停手机屏幕进行思考一下。首先说明这里抓炮，炮能不能避让开呢？如果说这个炮走开的话，或者说是炮8退2的话，黑方可以进车过来顺势抓马抓炮，势必红方在这里还会再次丢子。所以说红方在这里干脆果断进炮压制，就封制住黑方这个2路车，同时卡住象1。那么现在黑方一看，这还不简单吗？我只要炮3退1的话，不就阻挡了你的车和炮吗？接下来你这个炮还要逃一步。但是这个退炮看起来是好棋，实则反而有帮倒忙。红方平车准备双车抢士就是个绝杀，黑方苦于无奈，仅此士4进5。此时红方又来了一个杀回马枪，平车吃掉士。这里再次借助8路炮，反而黑方这个3路炮在这里成了一个反倒帮忙，被红方策反。这里一将军，黑方只能炮5平4，平车砍士，就是一个凶狠的双车错绝杀。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运子技巧更加的行云流水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变化，当红方进车卡住象1逼近9宫，黑方马2进1的话得不偿失。
那它还有一个士4进5，这个变化可以说是更加的顽强。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进炮，准备平炮打掉中士。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如果说走卒车1进1的话，这里先牵制住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红方有平车可以过来既吃炮又吃象，看起来黑方能够进炮打掉兵，红方退车吃卒的话，那么感觉这样走的话，双方是还可以进行的一个交换，这样的话黑方还能够势均力敌。此时如果说平炮打掉兵的话，红方进车吃象1将军，再顺势吃马。如果说你吃我炮的话，也可以先吃炮再吃象，这样的话双方这个搏斗还将能够继续演变下去。好，但是古朴在这里并没有选择这样走，而是他心想，红方目前的双车已经炮兵临城下，他这里1路车以及2路马的话，目前来说动不了，他选择了赶紧车7退1，意在把这个车先走出来。但是这样一走的话，红方杀招已至，平炮就直接打掉中士。此时如果说你称士吃掉的话，红方平车吃象，这里1将军你只能退士，双车夺士，绝杀无解，非常的凶狠。所以说在这里这个炮目前来说黑方他还不能吃，那他怎么办呢？赶紧把车走出来，当红方平车吃完象的时候，他还能够守住底士，心想这样提前预防，但是他防得了底线，防不了中路。红方有一个退炮打卒，这样的话再次反击来一枪。那么此时现在如果说你现在称士的话，士6进5，大刀剜心，再次平车砍象，这样的话势必这个车回去也是招架不住。所以说他比较顽强的选择了走炮5平6。当然在这里红方就得要稍加注意了。首先说明目前来说红方少大子2，如果说你这里退车回来准备形成平顶贯杀起的，他可以退炮进行顽强抵抗，这样最多对完子之后黑方的子力和红方势均力敌，反而红方前方没有攻势，黑方已经化解燃眉之急。但是红方在这里有更加比较巧妙的走法，车6平4，提前在这里就不让你有退炮的这样一个机会。目的很简单，接下来吃完象之后再次吃底士就是个双车错绝杀，黑方赶紧炮3平4，准备退炮底线防守。此时红方吃掉，黑方退炮，那么好了，底线是守住了，但是红方这里有一个车3退1的话，此时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红方接下来平车中路平顶贯杀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杀法以及运子技巧更加的行云流水呢？如果说觉得今天的这个弃马局战术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评论区来个666，非常感谢朋友们。各位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金钩炮、鸳鸯炮精彩对局。那么今天这一局在最后的攻杀阶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史上凶狠杀招。我们直接进入主题，黑方当头炮，红方上马护住中兵，黑方也上马快速出子。走到这里，红方选择炮7退1，这个阵型是标准的鸳鸯炮。黑方出车，此时红方进车保炮，下一步棋意在重炮打车，把黑方这个车打回老家，显然黑方得不偿失。接下来黑方必走之棋把这个车升起来，他有车2进6以及车2进4，走巡河车2个变化。本局我们继续看他车2进6的变化。走到这里，红方快速出车抓炮，黑方跳马，此时象7进5，这一步棋引诱黑方平车吃兵。在前面我们有讲过，如果说黑方平车吃跳，红方重炮打车，这样的话是发挥了鸳鸯炮最大的火力。那现在重炮打车的话，黑方这个车一旦闪开，势必进炮打马，或者说打卒打底象。这样一打马的话，
7路马不保，显然这一轮交换黑方必丢大子。所以说黑方啊在这里躲过这个小陷阱，忍住不吃，选择车9平8快速出子，形成一个稳步的阵型。红方马8进6，先前跳飞象啊就是为了跳马，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拐角马，既护住7路兵，同时还有马6进4，将来有马4进3的话，形成相位马的话，进可攻，退可守。那这里接下来比较凶狠的一步棋就是平炮打死车，黑方赶紧退避3舍，退到自己的巡河线上。此时走到这里，红方挑起战端，进炮打掉3卒，显然要打底象，黑方飞象。接下来红方进攻进车，平车吃卒压马，黑方选择炮5平4，提前做好准备。当你平车吃掉的时候，它可以飞象用炮保住马。那么好了，接下来红方在这里走了一个稳固后方的棋，炮8平7，既截成担子炮，接下来可以平炮打卒，瞄底象，同时炮还打着3路马，可谓是一招两用。黑方选择卒7进1，就不让你计划得逞。红方平车对车，目的很简单，黑方这个车位置非常的好，在巡河位置使得红方子力不好伸展。如果说把这个车对掉或者赶走的话，是红方主要一个行棋思路。黑方肯定是不愿意对呀，选择车2平4，这里炮车夺马夺底势也是非常好的棋。红方马6进4，那么走到这里就有2个分界点了。前面一局我们介绍了黑方进炮打士的变化，可以说黑方输得非常的惨。那么本局黑方采取炮8平9跟我们对车，那么这个变化又是如何精彩呢？可以提前预告一下，输得更惨。那么好了，现在红方肯定是不会对呀，这个车在这里威胁力度非常的大，选择平车压马，黑方飞象保住，此时红方进兵。如果说黑方进卒吃掉，红方跳马的话，活通双马，肯定对红方非常的有利。黑方不上当，选择炮9退1，意在平炮打车。红方进兵吃卒，黑方平炮，红方平车闪开，此时黑方平车吃掉兵。吃完之后，那么现在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比如说马走开了，或者说上马形成一个相位马，看起来很不错。但是黑方可以跳马，这里炮瞄着马，始终车马炮3子，从红方的3路线展开进攻，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视。那么在这里主要是后续的这个炮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后盾，红方采取直接对他这个炮下手。那如果说退炮的话，再次平车卡住；如果说进车守住这个炮的话，那这里红方完全是不用担心的。于是在这里黑方选择进车吃马交换，红方吃炮，吃完之后这里黑方是有好的如意算盘。现在轮到黑方行棋，黑方这里要稍微注意一点，红方比如马4进3的话，这里平炮打车，同时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好的相位嘛，接下来跳马卧槽就是非常好的招法。同时红方这里还有这样一招棋，可以平车过来，这里抓马。当然呢，或许大家会认为，比如黑方称势的话，那红方再次进车，接下来平车卡马。我们稍微往下延伸一下，黑方回马的话，红方平车，那这里就发挥出了鸳鸯炮的作用，双杯献酒，绝杀手法。好，我们返回的来，当然黑方这里走得非常的好，黑方进炮这一步棋既打车又打马，岂不是好棋？
同时松开了自己3路马腿，将来马受到威胁可以马回窝心，暂避风险。那红方必然要进车抓马，那这里黑方到底是先吃马呢，还是先回马躲避呢？我们稍作演示，大家就会发现，如果说此时先平炮打掉，那么这里红方不要着急打，你打完之后他平车吃，吃完之后你退车吃，这样交换虽然说也是优势，但是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比较好的就是先平车吃马。那现在黑方要不要打回去呢？你不打，我这里牵着你这一串，逼迫着你打。如果说打回去的话，红方可以退炮再打回来。这里既打着车，同时平车砍中象，这里抢夺先手，接下来还有双车夺马。那这个局面继续往下发展呢，黑方不仅单缺士象，同时少大子，由此说明黑方主动采取进攻的话得不偿失，那只能选择退马防守，这里形成窝心马，将来调整阵型。那此时你走马的话，红方也跳马，这个马一旦走到这里，将来非常厉害。黑方赶紧选择马6进7，意在跳出窝心马，减轻忧患。红方直接上马，那么好了，接下来这个对局就成为了史上最为精彩的凶狠杀招。棋友们不妨可以在这里仔细观察一下，这里对着车，黑方敢不敢进车吃呢？显然吃的话，红方上马就是个绝杀。那么不吃的话，炮给车生根，不怕你吃但是红方这个车一旦离开的话，就是为上马腾挪绝杀。现在黑方也没有办法，选择车让位。可能大家会在这里认为他能不能回马呢？我们也不妨为大家演变一下，能不能跳马走开呢？这里平车的话，一将军肯定得不偿失。好，那么黑方平车走开，此时走到这里，红方平车吃掉中象，这里就出现了鸳鸯炮再次厉害的杀法。进炮将军的话，退象吃，再次进炮打掉象，双杯陷酒，典型招法。黑方仅此退象一步来进行一个防守，红方加强火力平炮，目的打象闷杀。棋友们在这里看看黑方现在怎么走呢？黑方一看非常的高兴这不是白吃一车吗？你进炮将军的时候，我可以退马退象，难道真是这样吗？红方进炮一将军，此时黑方出现2个局面，退象或者说退马。我们首先看退象的变化。那棋友们在这里进行思考一下，现在轮到红方行棋，你该如何做杀呢？进炮打象吗？他这里跳马吃掉，我们直接走出凶狠的招法，品车砍掉马。这里一将军，现在老将动不了马形成一个高调马，仅此一步，乘势吃掉。此时进炮打象，重炮绝杀无解，非常的凶狠，弃双车巧妙做杀。我们再次返回到这里，当红方进炮底线将军的时候，黑方上马退马进行防守，看起来非常的不错。那么好了，大家再次暂停手机进行思考一下，这一局棋出现了一局3杀的局面，看看你能不能想到呢？红方只需要走一步棋就能够决定胜局。平车，接下来卡住象腰，进炮打马，重炮绝杀。那现在黑方只能选择飞象。那么好了，挡住了第一个杀法，他挡不住第2个进车砍士绝杀。老将上不来，高调马已经形成所谓。
当然，在这里还有比较简单一点的，可以不吃士，跳马卧槽，同样第3种杀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棋友们想到了好的妙招，欢迎在评论区交流，既是对你能力的证明，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金钩炮第11局。这一局可以说陷阱重重，飞刀不断。我们直接进入对局，红方金钩炮，黑方选择骑马局应对。此时红方进兵制马，黑方快速出车，红方上马，黑方平炮亮车。可以说3步出车是为行棋最为有效的走法。此时红方就开启了战端，进炮直接打掉卒。这里稍微有悖其理，因为我们在开局讲究炮不侵发，你这里打出去完全是没有什么力度的。此时黑方选择马2进1，将来进炮打马或者闪击吃红方这个炮，红方平炮再次打掉卒，看起来犯了象棋大忌，实则有后续的精妙手段。那么接下来红方走完之后，黑方抢夺先手，平炮打象。红方上象，出车抓马，红方上马保住炮。这里黑方目前来说双车通透，可以说抢占的先局优势。此时黑方很想走进车巡河，但是他这个象被红方炮瞄着，先走象，再次车可以解脱牵制。红方出车，黑方进车巡河，此时红方进炮封锁。这步棋稍微就有点不可思议。常规思维的话，我们炮8进4的话，结成担子炮，岂不是很好？当然，黑方选择进卒，下一步棋意在马1进2，挡住车，这里有吃炮的手段，当然也有车8平2跟你对车，同样上马吃完之后，依然是抓着红方这个炮。此时红方抢先进车，就破掉你这个计划。这里眼看不成，那么好了，退车抓你3路炮，这个炮是不是要丢呢？棋友们在这里不妨暂停手机想一想，在开局红方这个炮是不是已经被丢掉了呢？此时这步棋稍微出乎常理，红方来一个车1平2，明显别人要吃炮的话，他这里选择对车，黑方肯定是不会跟你对的，选择平车吃掉。吃完之后，那么好了，就落入红方设计的巧妙圈套之中。此时红方上马踩车，黑方这个车仅此一个位置，车7平6，再上马踩车，踩着车踩着炮，当然踩完炮之后还是威胁着2路车，可以说这招棋先弃后取，非常的巧妙。同时红方还有一个巧妙的作用，就是车马炮3子归边，势必有强大的攻势。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黑方他这个车有3个去处，进车抓马，退车下2线，还有进1步。我们首先分别来分析，最为潜在的就是进车抓这个马。此时红方上马踩完炮之后，这里还踩着车，你来不及吃马，车2进1或者说车2平1的话，此时再称势，黑方得不偿失。这里红方目的已经达到。好，我们就继续先看第2个变化，退车下2线。红方上马踩掉炮，黑方平车，这里卡住马腿还要吃马。当然红方退避3舍，此时黑方选择平车吃双马。先前你吃的这么得意，现在是不是要吐回来1、2个呢？那么好了，在这里红方抢先平炮打掉马，这里跟黑方对车。如果说这里对掉，红方上马吃掉，一轮交换完毕，红方的马和炮已经逼近黑方大本营，同时后方车迅速能够杀到。这个马一旦占领车这个位置将来有卧槽还有挂角的手段，势必对黑方有一定的威胁。先进车吃马，黑方当然在这里不愿意跟你交换呢，平车吃卒，再次进车吃马。显然红方在这里多弃掉了一个马，
两个马全部都弃掉了，是为夺取中路，接下来进炮下底将军。黑方也只好选择士六进五，此时平炮甩边路，进车就有抽将的棋。现在如果说将五平六出来的话，当然这里进车再退车封锁下二线，接下来双车错也是非常快。当然呢，黑方在这里选择形成霸王车，防止被抽。但是这里已经大难临头，杀招已至，进车将军，黑方退士，此时只需要轻轻巧巧的车5平4，绝杀无解。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了。显然将不敢起来呀。同时这里你称士的话，依然是平车吃士绝杀。我们返回到分界点的局面，显然这里进车退车稍微有点肤浅，车6退1，这里稍微稳妥一点。这里也进入了今天最为精彩的局面。红方上马踩着炮，还踩着车，黑方选择车2进1，此时红方进车捉双，这也是先前为什么黑方走车6进1。这里有一个后手上马，形成了车马炮3子互保。此时红方选择平车叫杀，进车砍底士就是个钓鱼马杀法。黑方现在有2个决策，平车卡住马，士4进5解杀。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变化，这里就进入了非常精彩的飞刀系列。此时抓马，红方回马踩掉卒，黑方进炮打掉兵，这里也是摆脱牵制，将来这个炮不受威胁。此时走完这里之后呢，红方进兵，隔弹车马，当然或许能够飞象吃掉，但是退车吃马肯定得不偿失。黑方选择跟你对捉，这里捉的话，红方这个炮该怎么走呢？这里又是今天最为精彩的飞刀了。此时红方选择炮8平7，黑方在这里一看，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里是车口，难道我这里车不吃你吗？敢不敢吃呢？我们稍作演绎。进车一吃的话，这里弃车砍士1将军，首先说明不能走将5进1，进车点杀，只能平车吃。平将吃掉车，此时上马踩车，1将军的话，无论将4平5还是将4进1，都是回马踩掉车，双车已丢，锁定胜势。看来红方这个飞刀可真是不简单呐，那显然这里不能贪吃，这里现在就要逃马了。如果说走马8进7的话，红方退车再捉双，选择退到老家，这里用炮回守着马。那么好了，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又是今天最为精彩的时刻了。此时红方退炮，黑方选择进车跟你对调。显然如果说车走开，白吃马，逼迫你对调，对完之后减轻压力，那么红方这里就突施妙手，采取进炮打象。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黑方如果说退车吃炮的，平车吃象，那么好了，抢夺中路，双车一马，迅速能够成杀。当然车又不能闪开，只好选择飞象吃掉，因为这里还将着军此时走完之后，黑方现在目前来说没有手段，红方直接跳马，这样走了一步棋，难道置这个车不顾了吗？实则这里又是红方巧妙扔出大飞刀。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黑方这个车闪开，比如随便走一步，红方上马踩掉士，这个士一旦踩完之后，双士破掉棋双车立刻能够速杀。显然不能这么干，黑方硬着头皮也要吃掉这个车。此时回马金枪，这里1将军车抽掉，将5进1，再回马金枪，车踩完之后再次抽掉。可以说这2个变化，黑方都是丢掉了双车，红方立刻拿下战斗。我们返回来，当红方叫杀的时候，黑方这里还有一个士4进5，可以说非常顽强的变化。此时红方选择退炮，
这步棋意在平炮打掉中卒，实行一个一炮正五子，中路绝擒铁门栓。即便是黑方现在左五进一的话，可以平炮打掉边卒，再次迂回来。那么好了，现在黑方这里一看，红方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马在这里实行的威胁力度非常大，选择进车抓马。如果红方平炮打掉卒，他这里平车吃马，可暂解燃眉之急。哪曾想红方在这里又走出了惊天妙手，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进行思考一下。这里也是提升你的眼界和象棋水平思维的时刻了。看看你能不能想到这一步棋呢？象棋意在巧妙入局。此时红方大胆弃马踩掉中士，黑方没有理由不吃，因为红方还有接下来回马踩象，这里还踩着车，破掉士象，双车一炮也是很快做杀，简单明了，称是吃掉。此时红方平炮打掉中卒，下一步棋非常的简单，有进车过来吃士的手段，同时这里还有进兵捉着双，因为黑方这个车他不敢离开力道线。此时黑方选择了一个将五平六，摆脱牵制，用车守住自己的老将，这一步棋看起来很不错。此时红方进小兵，引诱黑方平车吃。黑方这里心生一计，一看我这里就大胆给你吃掉，因为这里不吃的话，再次进小兵的隔断马，这里势必这个马也会丢掉。那现在这里走完之后，黑方肯定心想，你如果说进车将军的话，我这里退象或者干脆跟你对车也还是不错的。但是红方这里将军并不是用这个车，而是此时再次突施妙手进车将军。大家可能没想到这个六路车此时在这里还敢弃车，现在显然不敢退是吃平车就是绝杀。那没有办法，只能将六进一，此时再进车一将，黑方老将爬上3楼。那么好了，走到这里眼看胜利在望，但是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棋友们再次看看你会不会走出这样的棋呢？是不是果断平车就砍掉中士，接下来平车兜底就是个绝杀呢？但是你这样走的话，黑方他完全可以退车回来跟你对车，守住底线，将来的胜负还是非常难说。因为红方对完之后，红方是车马炮，黑方是车双马炮，显然黑方子力还是稍微占优。这里红方前方的车炮没有攻杀，所以说这里技巧非常的关键。比较正确的走法就是选择车6退1，这里静等胜利，以逸待劳。首先说明这里士不敢动，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平车吃士，再次兜底绝杀。好了，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飞刀变化以及最后的攻杀技巧让你大长眼界呢？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欢迎点赞，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评论区交流来个666，非常感谢。